想到中国的建筑，不知道你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是什么？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是白墙灰瓦的中式建筑，还是那些一幢又一幢密密麻麻的塔式住宅？也许还有远离喧嚣、散落在农村的一栋栋自建房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其实它们下面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问题：这块地到底是谁的？给你3秒钟，3、2、1。你知道吗？在中国，没有人真正拥有土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翻一翻中国最权威的法律宪法，里面写得非常清楚，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，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，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的以外，属于集体所有。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。这里的集体是指农民集体。换句话说，在中国，土地要么是国家的，要么是集体的，私人没有土地所有权。我们买房建房，只是拿到了一段时间的使用权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土地的所有主体会不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转化呢？答案是当然会，要不然城市怎么会越变越大？那一般又是由谁向谁转化呢？这个问题估计难不倒你。既然是城市在变大，那么自然是由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，这种转化叫做征收。政府通过征收把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，一般会给集体或个人一定的补偿金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听到的征地补偿、拆迁款会出现。举一个例子，一个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，引来一家企业要在一块农田上建厂，那首先得把农用地改成建设用地，接着政府征收这块地，变成国有，然后再把它出让或划拨给企业使用，这样它才能合法的建厂。城市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征出来。你今天走在一个新区，10几年前，那里可能还全是农田。那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在2019年土地管理办法确立入市制度之前，它们差别很大。第一，使用权的获得方式不同。国有土地可以通过出让、划拨等方式取得，比如开发商拍地，那就是出让，其实就是政府把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商，而开发商拿到的就是在这块地上盖房、买房的资格，盖房卖房的资格。而集体土地主要是通过承包获得使用权。种地建自建房可以，但不能拿去卖给外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律上这块地属于村集体，不属于你个人。你要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交易，也只能在本集体内部进行。第二是集体土地不能直接入市，意思就是它不能像国有土地那样被开发商公开买卖。要想入市，必须先被政府征收，变成国有地，再由政府卖给企业。那你可能会想，农民被征地后拿到的钱够他们再买地吗？通常是不够的，因为一旦土地变成国有，再入市的价格会翻好几倍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提出要让集体土地能直接入市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身边的商品房、写字楼、商场、酒店，他们下面的土地几乎都是国有的。那有没有例外？有，但非常少，大多是历史遗留或改革试点。比如农村集体建的厂区、
产业园区。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，这一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办法让一切都变了。它明确规定，只要依法登记，符合规划，集体土地也能入市，不再先需要变成国有土地。这意味着农民的土地终于可以有自己入市、自己定价、自己收益的机会了。在法律上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有了平等的市场地位，这是中国土地制度里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。它让农民集体真正拥有可参加城市化的机会。但别急，我还没讲完。土地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，它还是经济问题。当一块地从集体变成国有，再被拍卖给开发商，地方政府就获得了巨额的出让金。这笔钱能修地铁、建铁路、搞基建。你可能会想，卖完这块地的钱花完了，以后怎么办？这就是关键所在。随着城市不断扩张，土地不断被开发，卖地的钱就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来源之一。而这种靠卖地支撑财政支出的模式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称呼，就是土地财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中国的房价为什么一直在涨？除了市场供需，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地价。对地方政府来说，卖地是最直接的收入方式。地价高，财政就充裕；地价低，财政就紧张。开发商拿地贵，成本高，房价自然也跟着高。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中国房价高，其根源不仅在楼，而且在这个地上。城市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土地进行加工的过程。没有土地的出让，就没有今天的城市面貌。当然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问题。当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收入，就会形成土地财政依赖。地方政府就会把地卖得更加贵，地价涨了，房价就涨。那么普通人买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而农民如果没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，就容易被甩在城市化的背后。有趣的是，这样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城市能快速发展的原因。城市统一规划，地块集中，基础设施才能一体化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矛盾又现实的画面：中国的城市化靠土地驱动，中国的房价也被土地推高。土地是连接农民、开发商、政府、普通家庭的一根隐形的线。所以要看懂中国的房市，不能只盯着房价和利率，而要从脚下那片土地开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请您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